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扭转乾坤，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。阅股无数，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，就从这里开始。上一支影片，小编我为大家讲解了在星期五9月24号里面 up 的一家 ATE 公司 Vis Dynamics， 看看他们背后的玄机，为什么业绩公布之后就马上迎来暴涨。那今天小编我则是想要分享一家少为人知，专门制造 LED 灯的公司，看看他们未来的趋势，而且强大的现金流背后是否有扩张的可能性。那开始前，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、点赞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。那今天要讲解的这一家公司就是 Success Transformer Corporation， 他们的旗下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从事电器和工业照明灯的设计、制造以及分销。那先来说电器，其中就包括了电力变压器、自动稳定器、电池充电器和测试仪等等。那至于工业照明灯的部分，就包括了各种 LED 产品，其中就包括了泛光灯、路灯、工况灯和 HID 照明灯。那其实先前 Success 还有一项其他的业务，那就是设备制造业务 Process Equipment， 但是在2019年9月已经被出售了，所以如今他们将会更专注的在 LED 和电器的业务身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表现如何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季度的收入是从上个季度的50个 million 上升到了 53.1个 million， 也就是大约上涨了 3.1个 million 或 6.2%。虽然说收入有了上涨，但是盈利方面只是从上个季度的 4.3个 million 下降到了 3.6个 million， 一共下跌了 0.7个 million， 也就是 16.2%。那至于盈利率方面，也就无可避免的从上个季度的 8.7% 下降到了 6.8%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这个季度的盈利又再一次下降呢？那主要的原因和上两个季度的销售额下降不一样，这个季度的盈利下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着一个 impairment loss of property, plant and equipment 资产减值和 impairment loss of investment property 投资减值，而这两个减值一共就高达 0.41个 million，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这个季度的盈利率有所下跌。那看完了他们的收入与盈利，我们就进入到他们的资产负债表。首先我们先来看他们这个季度的现金储备，一共是高达 25.5个 million， 而他们的短期投资则是更多，达到了 90.2个 million， 也就是说他们短期的流动现金高达 115.7个 million。 那 Success 的债务方面，长期债务是 0.9个 million， 而短期债务则是有 0.35个 million， 也就是一共 1.25个 million， 这也就让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强劲的净现金状态，一共高达 114.45个 million， 也就是说这一家公司它的整体债务如今也只有 39.7个 million， 而流动现金却高达 115.7个 million， 这就显示出了他们稳定而且健康的资产负债表。那当然，一家拥有那么多现金的公司是满足不了如今投资者的味蕾的，如今的投资者都比较喜欢扩张型的公司，所以我们也来看看 Success 是否有做出 Capex。 那从他们的现金流表上来看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今年累计下来一共花费了 8.1个 million 来购买营运资产 Purchase of Property, Plant and Equipment， 而且也各用了 2.6个 million 和 2.2个 million 来购买投资产业和投资使用权，也就是一些租赁。所以由此可见 Success 也有在善用他们如今手上的现金。那相信很多投资者就会问了，一家现金如此雄厚的公司是不是就会派雄厚的股息呢？那根据他们历年派的股息来看，其实在最近这3年并不是那么的稳定。在2019年的时候，他们就派出了1 cent 的股息，然后到了2020年却加派到 6.5 cent， 然后到了2021年至今只派了1 cent 的股息，但是今年还没结束，所以还有可能会继续派。那如果用去年的股息来计算，股息率也有4至6%，所以也是非常不错的派息率。但是今年就要看他们会派多少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如今的业务收入都来自哪一些国家。从他们这一个季度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，马来西亚一共占了他们总收入的 27.3个 million， 也就是 51.5%， 而海外市场一共占据了他们总收入的 25.7个 million， 或者是 48.4%， 也就是说马来西亚大约占了他们一半的收入。那海外的客户就包括了40多个国家，例如中国、德国、阿联酋、南非、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印
尼等等。那从他们2020年的年报上来看，其实中国就占据了他们总收入的大约17%，而中国的经济成长也将有望推动他们的收入。那说到中国，其实我们也能从他们的市场看出 Success 的未来前景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的夜间经济成长是以快速的方式在上升，而截至2020年底，甚至突破了30万亿，而预计在2022年将会突破40万亿。因为为了刺激消费，中国政府也在加大力度支持夜间经济，而夜间经济也将会进一步拉升 LED 照明灯的需求，所以对于 Success 来说也算是一项利好因素。那除了中国地区之外，亚太地区的 LED 市场也在不断的增长。研究报告也显示，未来 LED 照明灯在亚太地区的年增长率也将会处于13至15%。那很多人就会问，为什么不用传统的照明灯，而是选用更先进的 LED 呢？那主要就是因为 LED 灯在能源消耗方面比较省电。根据报告显示， LED 灯泡比起传统灯泡将会至少减少30至40% 的电费，这将会起到省电的作用。而且 LED 路灯也拥有更高的发光强度，此外 LED 路灯也有更长的寿命，比起传统路灯的24000小时寿命， LED 路灯则可以达到10万小时的寿命。所以在全球，传统的白炽灯泡 incandescent bulb 也慢慢的被淘汰，转而取用 LED 灯泡。那看回马来西亚，也就是 Success 最大的收入来源国，截至2019年还是有80% 的路灯不是 LED 路灯。那如果假设政府要更换10% 的路灯成为 LED 路灯，通过简单的计算就必须要更换高达 1.59个 million 的灯泡。而如果未来 Success 加上本土优势，可以锁定这一些订单， ASP 平均售价大约在2000令吉一盏，那他们理应将会有可观的收入。而且如今政府也在积极推动 Smart City， 这也将会带动他们未来的收入成长。那在分享利空之前，这里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，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投资户口，并享有 0.05% 最低水钱和良好服务的话，可以在这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了解更多哦，并且声明此推荐纯粹是想要新手们受惠于节约投资成本，少走冤枉路，并没有任何的商业或利益关系哦。那回到来正题，如果说未来的前景如此的好，而且 Success 又有如此雄厚的现金，是不是就没有利空了呢？其实并不是，相信有关注的朋友们都应该看到 Success 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虽然说他们这个年度的收入会比上个季度好，但是在2021年的这4个季度，他们的盈利都是不断的在下滑的，而这也是投资者必须注意的事项，那就是就算前景再好，但是盈利还是不断的下跌，可能问题就出在其他地方了。所以 Success 未来能否交出亮眼的成绩单，将会是可不可以得到投资者信任的一大考验。而且路灯大多数都是由政府决定要不要更换，所以政府的拨款也是投资者们要注意的地方。那么荧幕前的你们觉得未来 Success 的盈利将会有可能反转吗？如果觉得会的，请在留言区打上1，觉得不会的打上2，并分享您的高见哦。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，有些故事用于赞颂，有些用于警戒，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，请大家三思而后行。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，下期更精彩，请敬请期待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